为了吃这顿火锅，我感觉我走了世界上最长的一个楼梯。现在腿都发软。如果说重庆的主城区啊，它是山城的话，那么来到这儿，它就是山尖上的城。这儿是哪儿呢？这就是巫山。这次的三峡之旅，咱从湖北的巴东县来到了重庆的巫山县。那来到重庆的地界高低，咱得先整一顿火锅，是吧？这家店啊是个老店啊，穿老坎儿啊，老坎儿啊，一提这个坎儿，我腿都发软，一坎一坎上来的。他这个店呢，我还以为啊是开在这平路上，结果呢是在山顶上。好家伙，你别说这店是在山顶上，我感觉整个巫山城都是在山顶上。这个店就是巫山人从小吃到大的一个老店，三拖一。三拖一是啥？就是便宜实惠啊！你就看这个稀烂的菜单，风一吹啊，哎呀，感觉老惨了。最贵的菜啊，才16，这毛肚烂牛肉。哎，不是，最贵的菜是22，歪嘴狼酒。好家伙，这酒敢喝，这酒必须整特辣。你看这花椒、辣椒，看这沫子，哎呀，这沫子太经典了。真正的老火锅，不倒沫子不好吃啊！下菜，每一样都来一点。看这个毛肚，哇，太厚实了。肥肠，煮的啪啪的卤肥肠，嫩牛肉，哇，好久没点这个鸳鸯锅了，今天试一试鸳鸯锅。发鱿鱼，我爱吃这个泡发的鱿鱼。香菜丸子来几个，这个血一定要趁早下，这可是有气孔的血啊，新鲜的真血。在里头煮着，尝尝这个醪糟汤圆，2块1碗，哇，小汤圆特别的小。这个绝对解辣。先来一个7上8下涮毛肚。哇，这个红油，看这个颜值。哇，这锅底好香。哇，我觉得这个毛肚啊才好吃，非常厚实的，这个颜色看着就馋人啊！肥肠，这个红油太厚了，吃了几筷子，你看这里头啊全部都是红油。我还是觉得这个毛肚好吃，口感好，看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。
泡发鱿鱼。来了这个菌板，蚝饵鱼，把这蚝饵鱼全下进去。你看，我怎么感觉我点这个3鲜的没啥用，啥菜都没下，人家一直加汤。来一片啊，意思一下。来一个鸭肠捞面，这叫鸭肠瀑布，多拌点香油。山城漂亮，你空调都舒服些，空调那个。空调都舒服。那个空调的话，空气嘛。啊，这还有，就是山里吹来的凉风。才行的左边左前方哈，2楼嘉宾，咱们3楼嘉宾朋友，大家走出外面来观看。巫山这个名字啊，就这个地名它怎么产生的？就是因为啊，这里是中国巫文化的这个中心，就这一带都是你包括巫溪和巫山。这个巫文化是上古时期啊，人们对大自然的探索所产生的一种文化。你比如说啊，在这个大山深处，那个时候人看病啊，非常的麻烦，是吧？就产生了巫医。巫医是啥呢？你可以理解成就是视角医生。再比如说啊，什么占卜术、占星术，还有跳大神啊，跳大神就是沟通鬼神。你看巫这个字儿就很有意思啊，
上下2个横，上面这个横呢是天，底下呢是地，然后中间一个竖，就是沟通天地，然后竖的两边呢各有一个人，就是一个阴一个阳，就是沟通天地，能通阴阳。好家伙，这听着确实是巫术啊！这些人啊就是巫师，然后这一带呢也有灵山石屋，是非常的有名。哎，这么一琢磨，这哈利波特是不是借鉴的从这儿来的？以前的巫师都骑个扫把，在这个三峡里转悠，拿个小棍儿，唰，阿拉哈莫啊！我看到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这些树林里头还有小猴子窜来窜去的，然后有一些峭壁光秃秃的峭壁上面有一些洞，这个洞里头呢放着棺材。哎呀，这一听挺害怕的啊！这叫8人悬棺，有2000多年了啊！这个8人悬棺就是以前的时候，这个8人然后安葬死者的一种方式。但是我觉得能在这上面的肯定都不是一般人了。那为啥要把这些人棺材放得那么高呢？就是在古代也讲究，就是见官发财啊，升官发财，所以要升得高高的。汉水波浪远，巫山云雨飞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哎呀，这古代啊，有很多大诗人来到这儿，看见美景都要作诗一首。阿星是吧，也不能落了队伍，咱既然来了，也得作诗一首。想想啊，小三峡比三峡小，小小三峡比小三峡小。正所谓，小小三峡定比三峡小。哎呀，好诗好诗啊！且不说押韵不押韵啊，你就看咱这个逻辑捋得多顺。李白要听见我这首诗啊，我跟你说，李白肯定这么评价啊，兄弟，你就是当代李白啊！你包光吃菜啊，喝酒喝酒喝酒。现在要换船了，要从小三峡去小小三峡。为啥要换船呢？就因为小小三峡更窄更小。好的。第二个大洞的洞口有一句玄关，棺材棺材，见光会升官发财。我祝愿大家回家，升官的升官，发财的发财，好运跟着一起来。为了你们在小小三峡玩得开心，游得愉快，给你们来唱一首原汁原味的山歌，欢送你们平平安安转回家园，要不要得？那么这个山歌你们配合一下，是首火箭歌。我唱到火箭要落音的时候，大家接着我的尾音，很整齐很响亮的叫一声火箭，火箭，就是火箭上，火箭的好朋友，哎，火箭的好朋友，看到没有？前面有个人，我们声音100%要超过他们，声音哎，这样才叫超级 OK， 要不要得？要得。扎一个结当当啊，火箭。想呀转火箭，妈妈的一声喊呐，火箭，火箭。好啦，谢谢在这的火箭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唱的非常好。好了朋友，我们这回纪念品啊，请你们也不要排烦，也不要犹豫，它不是上当，也不是受骗，那么是份什么水晶人质？你们看嘛，这个里面它不是上当，也不是受骗，只是个这里个压锤，给娃儿带回家是一种启发。哎，
你说实在话，你最大的你们这个都是不管是爷爷奶奶也好，爸爸妈妈也好，你们最大的投资是什么？最大的投资还不是对你娃儿要勤奋学习，娃儿成绩好也知道是在给大人挣钱。说老实话。来，帅哥，你对这娃儿噻？哎，你怎么接娃婆的啊？你啷个在搞哎？来，帅哥，干嘛？拿出来看嘛，显自己和欣赏嘛，自己看到嘛。哎，帅哥，好，谢谢哈，谢谢你，花小钱，使劲赚大钱，鸭子的个鸭翅。水晶镇纸，小小三峡欢迎您。哎呀，就这个盒子，我感觉啊，都得值20，特别的高档。看看里头，还有包括，哇，太高档了。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小小三峡欢迎您。这也不押韵啊，这。反正人家大哥说的可好了，水晶的。这棱角的大蘑菇的，好东西。精湛的工艺啊！来到巫山有一个美食一定要尝一尝，叫大桥鸡。啥叫大桥鸡呢？先卖个关子啊，就是炖的鸡肉看这儿。其实这个鸡啊，就是重庆的烧鸡公，拿高压锅压的，炭火炉子火非常的旺，哇，站在这儿就闻见香味儿了。什么味？麻辣味带的，家常、微辣、中辣。要辣一点，辣一点哪个？中辣。重辣。重辣行，重辣。中辣很大哟。啊，就是辣，就是重辣。能吃？能吃。能吃能吃。来个土豆。啊，行。来个豆干丝。这个菜单啊有点潦草啊，自己写的菜单。哎呀，来到这山城啊，进个饭店都是坎儿。现在给大家揭秘啊，啥叫大桥鸡？这儿就是长江大桥，那儿就是县城，这景色无敌了啊！在我看来啊，这不仅是个饭店，也应该算是一个旅游景点，景色真棒。但是啊，在巫山县城，无论哪个角度啊，你只要站在高处，全是旅游景点。你看，真是山城啊！他们端菜都嫌麻烦。大概就是你们上菜在这儿上。这样，哎，对，上菜在这儿。这是个电梯。一盆的酿就是炸包，你这个少一点，你们没加那个五花肉，是这个鸡，主要是这个鸡。最少的就是5斤左右。哎，对对对。然后主要是这个鸡、干土豆片和那个这个是魔芋。啊，我们那个没有这个。没有，你们那个加入吃不完了。吃不完，按一下也可以，按这个键它就下去。我就对这个电梯感兴趣。我就对这个电梯感兴趣。还有醪糟是吧？醪糟是醪糟汤圆还是醪糟？都是光醪糟，汤圆不能弄里头。啊，多少钱？啊，5元。5块是吧？啊，冰的。冰的噻。它那个一冰的时候啊，那个汤圆在里头吃到它是硬的，就不好吃。口感不好。啊，口感不好嘛。这个它光自然的，我这个是一盒盒的猪一盒盒的弄起来卖，原汁原味。原汁原味。再主要的，我没添加防腐剂。纯天然。哎，纯天然的嘛。
哦，这里都是一坨，你看到没有？这纯手工。我这个都是它下面的嘛，醪糟都要下面给好多坨。纯天然，纯手工。果然不一般，酒味儿很香很浓。哎，要发酵。你的你找不到很。如果再发酵，就变成啤酒了。哎，醪糟，冰醪糟。哦，冰醪糟，外卖呀。他晚上会吃这个，晚上夜景他们好久没有回来。可以开上。就一盆，主要就是这个青花椒。麦子的。外面的还有酒。麻辣豆干丝，我等一下应该快了。这个是那个泡的那个大蒜，这个可能有一点酸，你们吃吗？这是哎，对，这个是后面你们吃后面可以上的菜，哎，对，这就跟个火锅一样。哎，对，类似于就是跟火锅一个形式的那种嘛。红油火锅。哎，对，你们可以直接吃，等一会儿慢慢再开火也可以。好嘞，先吃，然后再加热。好，菜上席，来尝尝这个大桥鸡啊！要不是有这个桥，我感觉这个菜啊应该叫大盆鸡。好家伙，这么大一盆！这个鸡啊，差不多5斤左右，非常有特色。你就看这个葱，满满的小葱，然后是一整只鸡，你看这是鸡胗，这是魔芋、花椒、辣椒，是土豆干儿，这个土豆晾成干儿以后再煮的。这一盆，妈呀，这么多！哇，你看这个红油有多深，上面全是油，都没有汤。大块的鸡肉，先尝个鸡翅。这个鸡啊，你光看这个鸡翅就知道，那非常的大个儿。哇，这个味道非常非常香，一口下去啊，鸡肉味还没吃到呢，全是这个红油的香味儿，红油非常的呛，也很辣。哎，我得把那个实话。鸡非常的入味儿。你那一点点儿我可以不赚钱，但是那一点点儿我不能亏钱。这就是火锅鸡，这个味道也有点像火锅。最好吃的一块，一眼就让我看到了这个鸡拐，哇！这个地方是有皮有瘦肉，非常香。它这个味道除了上面的红油像火锅的味道以外啊，其实底下更多的是这种调料的香味儿。你就看底下有多少花椒和辣椒，真是来到重庆了。尝尝这个特色的土豆干儿，香。你看这种干菜啊，就比这种新鲜的菜还要香。当地啊，土豆也是个特色。为啥土豆是当地特色呢？你看看这个就明白了。黄心洋芋，哎呀，这不能说是当地的特色了，就整个巫峡这一带啊，全都吃这个土豆，而且这个土豆是比较小的。哇，好香啊！为啥好吃啊？估计和这儿的气候呀、土壤啊、水土有关系。这当地啊，还配个蘸水，蘸一蘸。这里都是豆瓣酱。哇，这个虎皮辣椒有感觉。麻辣豆干丝也是花椒、辣椒一把一把的。哇，这个好吃。这个啥味儿啊？就小时候学校门口卖那个麻辣牛板筋儿，就那个味道，不过是麻辣豆干儿。在底下捞个魔芋。这个魔芋也是干儿。
这重庆啊，真是太会吃了。魔芋都不吃鲜魔芋，都要放成干儿，冻成干儿以后。麦子粑，这个叶子啊，就是山上的童子叶，闻起来一股叶子的清香味儿。麦子粑，有点像红糖糕，甜甜的，好吃。这么好吃的菜啊，现在就到了干饭环节，蛋炒饭。蛋炒饭里又加了一些青菜，也是当地的炒法。但是你要站着找个店里的人来卖这个，两家都卖你不一定有一家人多，是吧？因为两家这锅鸡啊，想吃完，没有1个半钟头，估计费劲，慢慢吃。喂，太麻了！哎呀，感觉嘴都找不见了。这个吃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就可以下菜了。这一下菜啊，让我想起来昨天晚上吃到的火锅。昨天晚上吃火锅，今天呢还是火锅。哎呀，来到重庆真是离不开火锅。来点豆芽。我昨天吃火锅在哪儿？我给大家指一下，看见没？那个亮亮的那个楼梯，一直走到那个山顶上，真的是走上去的。现在看一看都害怕，腿都软。来点这个大溪粉条，巫山大溪的粉条，当地的特色。